这个我们刚刚讲，中国半夜抢黄金、抢白银，训掉了。你看到，在中国的 IKEA， 他们在抢家具，我想在干什么事情哦？原来 IKEA 要撤出了，但是心想，这有必要抢成这样吗？抢黄金是因为黄金上涨，这我可以理解啊。那你抢家具是什么啊？抢很凶哎！我们不是都听说中国的经济很不好，那中国人不是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好像没有好像是不敢花钱跟没有花钱是两回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 IKEA 宣布2月2号要关掉，包括上海、广州有7家的大型的门市啊，全部要关门了。那全部关门当然是跟这房子卖不掉有关系嘛。因为房子价格一直跌，可是还是没有人要买，没有人敢买。所以呢，房子跌了以后，我问你，没有人买房子，那谁会买家具嘛？没有人了，没有人会买家具。好，那 IKEA 因为受不了了，好吧，那一直跌，1年15%的这个衰减率啊，那么他就宣布2月2号我升不下去，我要跌。各位看画面，不是这个太扯了吧？他们是用抢的，连椅凳、连板凳都在抢，什么东西都要抢，他这个超了，我告诉你，跑了，不是抢而已，因为2个人同时抢个板凳，对不对？抢到后来你不让我不退，最后打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抢这个板凳，我在看傻眼了。抢到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像人家开玩笑说，已经像僵尸丧尸一样啊，非常不能排得满满的。为了要进去抢，排得满满的，不知道还以为是跳楼大拍卖等等啊。问题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？就是因为一个不安，就是说大家对于钱的急怕你的事业干，我怕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。你看连一个那个相关的装潢啦，干嘛啊？3个人要抢，同时3个人要抢，你不放我也不放，大家都不让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要让，那 IKEA 旁边的人也不管啦。对，你们谁抢到了算你的，这太好了，你们力量大的抢走啊！你们3个抢完，我去抢其他的，没有错，你再去抢其他的，我才是聪明的，不管了。事实上，其实啊，像 IKEA 这样的一个大卖场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：中国人嘴巴讲说要爱国，其实啊，嘴巴口号喊得嘎天正响啊，其实身体很诚实嘛，你还是要去抢来自瑞典的外国货嘛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之前其实在这个 IKEA 部分呢，在中国的 IKEA 就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、不可思议，最多就是哪里啊？他们的 IKEA 的那种展示床是直接睡在上面啊。大家就把这个展示床当做你家的床，就躺上去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睡上去是说那个记忆床垫啊，还是干什么的？就要睡看看好不好？没有，就在上面睡觉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把它当做是休息的地方，棉被一盖，管你的，我就睡了就算了。而且他是这样，他连鞋子都脱掉，真的当成自己家。沙发也睡，然后床也睡。好，那不是会有提供那个免费的卫生纸还是面纸让你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拼命抽，反正不要钱，我就一直抽。你认为他抽去，他难道要上个厕所？他有几个屁股啊？他需要去抽那么多卫生纸啊？那除此之外更离谱，为什么？你在家里睡觉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会享受怎么样？穿睡衣嘛。那有的人不喜欢穿衣服睡觉怎么办？我就把衣服脱掉，在那边睡觉，你知道吗？裸睡。他就真的在里面裸睡啊！我们不能让大家看，因为NCC 有碍观瞻，我们马赛克了。没有错，他就公然裸体，然后要躺床、不是，这中国太离谱了吧？这个是真实发生在这个中国 IKEA 的一个事情啊。然后呢，后来怎么办呢？工作人员只好拿着大声公到处去劝大家，这里是展示场，请大家不要长时间坐，不要睡觉，不要玩手机。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有专门的这个的休息区啊，那么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休息啊。好，这个我其实看了碍眼，但我还可以勉强接受。有一个行为我就完全不能接受，是什么行为？中国人竟然在 IKEA 里面呢，他们不是有那个马桶区啊什么东西的吗？就直接在展示马桶上面里面给你大小便，要不然就你跑到那个边边，跑到你边边角那边去大小便。中国 IKEA 不是没有洗手间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因为要排队要干什么，懒得走那么远了。那可能有的有小朋友，但问题就被人家抓到有大人了，有女人就直接在那边大小。你在搞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？他们后来没办法，只好马桶不是展示的吗？对，在马桶贴一个请勿使用，这是药品啊，请到这个洗手间请勿使用，这个是药品啊，你千万不要在里面大小便了，你这样搞下去，我们也没办法卖出去，然后我们也没办法清理等等啊。根据 IKEA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收入呢，事实上呢，它不断的啊，大概啊，平均去年是比现在少了15%，今年预估会少11%到14%左右。但是呢，在疫情期间有3年的时间，他们是没有公布财报的啊？为什么？
大概很惨，我相信一定很惨，所以说一定非常惨。他尽管没有公布，对不对？对。但这个线一定是往这边走的，没有错，而且还在下修，也就是说，它下修的幅度是像雪崩式的下修啊，还在下修当中。那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各位，从 IKEA 是卖家具，而家具大家抢，但是问题是，那它结束营业就是因为卖不出去嘛，所以你就知道。房地产的部分呢，只会更差，不会更好。慧珍，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一直在讲外送员的事情，他们过很惨啊，车可能被偷啦，这个被怎样啦，然后食物被人家弄了，我们都说他过得非常辛苦。结果没想到中国竟然做一件事情，让这些外送员更有钱赚。他说：“你外送员就是我的小尖兵，就是我的这种卫生风纪的小尖兵。”他们竟然让他们去干什么？说来检举这些幽灵外卖的店家。你知道检举一家出问题的，给你50块人民币。结果大家拍完之后，这些影片出来，我心想：你中国人还敢吃外卖吗？这些店家的东西你敢吃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看完之后，我今天晚餐也不敢吃，你知道这太恐怖了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什么？他说他看了4个冰箱，冰箱全部都是坏，都咻，就这个，他说这个是皮蛋。哦，我的老天哪！你敢吃吗？看到我真是头皮发麻而且你刚刚提到，你看桌上那个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黑黑，你知道什么？灶台上面都是油，Oh my God！你看吧，是不是我刚刚说了，你在晚上就吃不下了，大家宵夜也吃不下，真是太恐怖了。然后呢，现在这些外送员就生命找到出路，你只要检举举报就50块，所以他们现在就变成是怎样吗？他说我们是环保的红卫兵，然后而且他就直接冲到里面就骂老板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他那个抹布擦一擦，外送员他不是在外面拿外送，而是直接冲到后厨去，我先拍一顿。所以这些你看到你就真的以为是喷的东西，真的更恶心。他在贵州，他是酸菜鱼，他酸菜鱼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在厕所洗鱼啊。我洗着，你看马桶还在那里，洗着会不会就直接掉进马桶了？所以心想说你怎么敢？所以那个难怪举报的人就很生气，他说：“不是，是我的家人也都在吃外送，你这样子，你觉得你过得去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为了那个50块人民币，我也吃外送，我家人也吃外送。是，还有你看，这有没有良心啊？你有没有看到米奇？你有没有看到米奇 ？Jerry 还有 Jerry 在那里，Jerry 全家都来，对，叫 Jerry 的全家一家3代全部都来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个竟然是他们生活的日常。”就现在，生命又找到他的出路。这个广东省14届的人大会议上1月26号，就他们竟然有人开始这个人大代表梁思乔，他说我们要把广东省打造成全中国预制菜。什么叫预制菜？就是料理包，料理包的第1大省。你想说，你怎么突然之间要去喊这个东西呢？之前不是说吗？这些料理包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是怎么用化学药剂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酸菜鱼的那一些看起来那些酱到底是怎么调出来的？这个会不会其实都是不健康，都是那个有问题的？就他们现在讲法是很好听的。他说因为我们要一贯化生产，我们要工业化生产，我们要扩大它的规模，我们要冲出它这个经济，所以我们才要推这个料理包的这个所谓的预制菜的大厂。可是人家就说你这个环境卫生问题，你现在是因为刚刚提到的外订单，你还可以冲到厨房，以后都变成料理包之后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对，它全部都和成一锅粥。而且你可以看到人民网甚至官媒甚至国务院食安部门，还有什么将对预制菜国家标准等公开征求意见，连国家中共这边都说，应该让预制菜能够持续下去啊。他是党中央直接这样下令，大家开始从官媒党的政策，简单一句话就是拍板定案政策，你就是要我从那边走，讲得非常好听啊，说要有效率啊，未来可能会人越来越少啊。可是你就看看，你预制菜就是你冷冻肉露天堆放，而且跟尾派体吗？尾超车吗？再来梅干菜发霉，你看到天哪！发霉发臭，发霉这家西洋的呢。再来，
你看到成品却是香溢哦，肉品都油亮的，你那些原料全部都是发霉的发霉，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肉是臭的，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梅干菜也是恶的，是结果你的成品竟然是感觉超好吃的，是我也会被骗啊，很可怕，所以你就不知道它加了多少料，加了多少化学药剂哦。你看，你现在看什么？你猜是什么？豆浆。哦，他说要速成豆浆，里面根本没黄豆，给它调一调，然后它就变成全部都是科技跟混合黄豆嘞，还不就解决黄豆还要跟那个中国还要跟美国买，对不对？不用买了，我就化学药剂调一调。你看吓不吓人？以后这些全部都变成料理包之后，你吃的是食物还是吃的是化学药剂都不知道。可是好了，来了，官方既定的政策，所以呢，官媒开始吹呀，毛起来吹啊！人民日报6评这个预制菜，哇，开始公众关切的是餐饮业多元化发展重要契机。第一篇先告诉你哦，预制菜不是洪水猛兽啊，他说这个是餐饮标准化、规模化的必然产物哦，有其发展性啊。再来，他说网络跟那些舆论呢，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这些短板啊。意思是有一些公众人物啊，然后 KOL 这边测说，哎呀，这个预制菜不安全、不卫生啊，都是化学剂。你们这些人，你们在阻碍产业向前的步伐。哇，我真觉得太离奇了。人民日报竟然1评、2评、3评、4评到6评，动用了最大的力量去帮预制菜去做这些事情。当时他以前有这么大动作的时候，是在苏共的时期，对，他竟然可以为了一个预制菜，太厉害了。以前是9评共产党哦，9评2共苏共的时候啊，你看那个历史，我就6评预制菜，大家心里傻到连他们自己那个中国的人就心想说，哎呦，人民日报是怎么回事？上次这么大力道是在这个1950几年吧，是1956年，对不对？9评共产党，就现在9评苏共，对，就2026年6评预制菜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？看来党就是要往预制菜的方向走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